这个衣衫单薄的女人从偌大的房间里醒来，她慌了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。女人起身想打开门，却无论如何都打不开。就在这时，门外走过一个人影，女人清晰感知到房门的锁被打开了。在确定人影走后，她赶紧打开门逃了出来。没想到外面更加宽敞，就像是一座宫殿。女人摸不着边际，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瞎逛，边走边观望房子里的一切。一副巨大的肖像出现在眼前，上面的人正是她自己。女人惊恐万分。这时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。Are you lost, baby girl? 女人刚刚转身就晕倒在男人怀里。女人名叫劳拉，是一个事业有成的高级白领，明明已经是人生赢家，可劳拉内心极度空缺，哪有整日无所事事，和她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这令她备受折磨。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，劳拉叫上一堆好友前往西西里度假旅游。在度假酒店，劳拉因为迷路遇上了马西莫。马西莫是这里的黑帮继承人，他的父亲死于一场暗杀，马西莫不得不接手黑帮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马西莫对劳拉一见钟情，因此在劳拉来到西西里后，直接命令手下绑架了她。劳拉从昏睡中醒来，看着偌大的别墅，她明显感受到自己被绑架了。面对马西莫的温柔呵护，劳拉不仅无动于衷，反而像极了一只愤怒的小鸟，质问马西莫到底想干嘛。马西莫将自己在机场对劳拉的一见钟情说了出来，劳拉觉得可笑，他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。马西莫表示理解，所以他给劳拉365天的时间，如果劳拉爱上他，他们就在一起；如果没有，他就放了他。劳拉非常愤怒，这时马西莫拿出一堆文件，里面都是劳拉的信息，甚至包括了劳拉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情况。劳拉看出来马西莫是早做了准备的，起身刚想离开，就被马西莫一把抱住，甩在沙发上，动作强硬，不容劳拉有任何的反抗。劳拉只能假装附和，然后趁机夺走马西莫的手枪，结果还没甩过3秒，就被马西莫反手拿下。马西莫命令手下带劳拉去休息，自己还有药物处理。他来到地下室，一个男人四肢被绑在石板上，男人是马西莫家族的，只因背叛家族被关到这里。男人还在嘴硬，马西莫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，用最温柔的语气说最狠的话。男人吓得瞪大了瞳孔。在马西莫离开后，劳拉继续开始了逃亡之旅，但马西莫的府邸大得像个迷宫一样，跑了好几圈后都没有跑出来。终于来到大门，却目睹马西莫持枪杀人的场景。从未见过杀人的劳拉直接被吓晕。劳拉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换了一套新衣。马西莫坐在床边，他向劳拉解释自己杀害男人的原因。他不仅背叛了家族，还干起了贩卖儿童的勾当。这种人的死根本就是咎由自取。可惜劳拉完全不想参与他的生活，也不在乎他杀人的原因，只想赶紧回家。可马西莫不会让他走，他不仅要得到他的人，更要得到他的心。他准备带劳拉去购物，然后离开小岛。365天，他们都要形影不离。劳拉气急败坏，她的生活彻底被马西莫主宰。作为黑帮大佬的女人有多幸福？早上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，然后美美的睡上一个午觉。下午和黑帮大佬逛街，遇到喜欢的就买。不到1个小时，保镖身上已经挂满了各大奢侈品。劳拉在试衣间换衣服时，马西莫强硬闯入，惹得劳拉生气，当场离开。保镖们立刻起身阻拦，却被马西莫拦下。他倒要看看劳拉接下来想干什么。劳拉来到外面，面对陌生的环境，他根本不知道如何逃跑。这时刚好撞见了2名巡逻警察，劳拉赶紧上前求救，警察却无动于衷。看到马西莫后，毕恭毕敬行了一个礼，然后默默走开。原来马西莫有权有势，连警察都要忌惮3分。劳拉彻底认清了事实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从马西莫眼皮底下逃脱。劳拉开始尝试妥协，他希望马西莫能够将电脑和手机还给他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而马西莫也表示，没有劳拉的允许，自己绝不会越界半步。协议达成，两人终于心平气和地吃了一顿晚餐。马西莫表示，身为家族传人，他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有劳拉是他第一次想要去争取的。晚上，马西莫如约归还了劳拉的手机和电脑。劳拉拿到手机的第一步，赶紧给家人拨通了电话。不过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处境，只是表明自己重新找了一份不错的新工作。第二天，劳拉从睡梦中醒来，看着马西莫那张棱角分明的脸，再看看他结实的身体，劳拉伸手触摸了一下，随即又收回手，嘴角露出微笑。马西莫对劳拉真是给足了安全感，出席好玩的活动都会带上她。为了不让劳拉在私人飞机上再闹腾，马西莫直接令手下将她捆绑在座位上。飞机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，劳拉的心情大好。在马西莫谈工作之际，劳拉故意上去挑衅，惹得马西莫心花怒放，心想真不愧是他看上的女人。这天，马西莫准备带劳拉去参加一个酒会，劳拉打扮得极其妖艳，手下看到后直言 Listen to me.
He's gonna kill you, and then he's gonna kill me. 劳拉却拭目以待。酒吧里形形色色的人，惊艳的劳拉成了别人眼中的猎物。马西莫怒气冲冲，想将劳拉带走，劳拉却想把火玩得更大，直接消失在人群中。马西莫四处寻找劳拉的身影，却怎么也没有看到。此时的劳拉被男人吃豆腐，死活挣脱不开。幸好马西莫及时出现，双手掏枪的炫酷姿势简直男友力爆表。酒吧里的众人瞬间不敢动了。但这次马西莫的英雄救美也直接惹恼了另一个大帮派，他们要求马西莫交出劳拉，否则就开战。叔叔奉劝马西莫把劳拉献给对方当做赔罪，马西莫当场暴怒。劳拉走到他们身边，表示自己的歉意，可阴晴不定的马西莫又把责任归咎给劳拉。若不是劳拉玩得过火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劳拉当场不干了，难道被人欺负还不能反抗？转身就要离开，马西莫追上去，二人在争执中，劳拉不幸落入水中。马西莫没有片刻犹豫，直接跳进去救起劳拉。这一救彻底让劳拉爱上了他。黑帮大佬对女人一见钟情，让女人在365天内爱上自己，结果时间还不到，女人就彻底沦陷。确定男女关系后，马西莫牵着劳拉来到一个高档舞会，在舞池中央，马西莫和劳拉翩翩起舞，二人瞬间成了舞会中的焦点。就在这时，马西莫的前女友突然出现，她是马西莫的初恋，也是另一个帮派的千金。看到马西莫和劳拉如此的亲近，他很不爽，感觉被抛弃了，表示自己会干掉劳拉，放下狠话便扬长而去。马西莫了解前女友的性格，说到做到。为了确保劳拉的安全，马西莫派人把劳拉送回了家。可明明已经回来了，内心却空荡荡的，仿佛马西莫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他也不明白马西莫的意思。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，劳拉叫上闺蜜继续享受生活去了，购物、美容、泡温泉、按摩，把能想到的都做了一遍，可谓是应有尽有。最后两人来到酒吧放松，谁知劳拉在这里遇见了前男友。前男友想挽回和劳拉的感情，直接被劳拉拒绝。她现在已经爱上了马西莫，不可能再接受前男友。可前男友咄咄逼人，直接追到劳拉的家门口。就在两人在门口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屋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原来是马西莫。前男友只得知趣离开。马西莫坦言自己已经解决了两人之间的一切障碍。离别多日，二人紧紧相拥，思念直接化作行动，度过一个难眠之夜。几天后，劳拉带着马西莫去见了父母。劳拉父母询问马西莫的职业，马西莫毫不避讳表示自己是黑帮。劳拉父母不仅没有表现惊讶，还对马西莫的坦诚很满意。两人顺利度过了父母这关，离结婚也就不远了。马西莫带着劳拉四处购物，这简直是女人的快乐。不久后，劳拉怀孕了。准备婚礼过程中，她邀请闺蜜当自己的伴娘。劳拉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了闺蜜。闺蜜虽然替她愤愤不平，不过看到她幸福，气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因为马西莫工作繁忙，就连试婚纱也是闺蜜陪同。在劳拉换上美丽的婚纱时，闺蜜震惊了，她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劳拉。在回马西莫别墅的路上，叔叔接到线人的电话，敌对帮派的人要杀劳拉。叔叔吓得赶紧给劳拉拨通电话，而此时劳拉却在和马西莫接电话。叔叔又打给马西莫，还是没有接通。他慌忙来到别墅，正好看到马西莫正在呼叫劳拉。马西莫一直听不到劳拉的回应。当看向叔叔的瞬间，马西莫明白了，劳拉的车子进入隧道后就再也没有出来。结局可想而知，马西莫痛苦跪在地上，失去挚爱，整个人像是失去了魂魄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无论从剧本还是创意上来说都很普通。霸道总裁的桥段已经千篇一律，没有什么新意可言。作为一部休闲娱乐的影片，片中男女主角的颜值还是杠杠的，尤其是男主那行走的荷尔蒙，不得不令人心动呀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